我们在一起相处8年了，经历了风风雨雨。最初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说无话不说。但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工作关系特别忙，我们反而不会沟通了，彼此之间感觉没有信任。我知道我现在出去的时间很多，在感情上和在时间上忽略了他。可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谈到结婚的时候呢，反而感觉不是我想要的婚姻。我不知道我今天的付出和努力，以及我现在要的目标，是不是伤害到了他，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已经让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让我感觉到自己现在也很无助。这个标题出来的时候，其实有颇多的感慨。人生能有几个8年呀？真的时间久了会让爱情褪色吗？老师们能够帮助到他们吗？来，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刘子凯37岁，来自辽宁；女主人公王英41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者。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8年是吧？对。为什么跟他相处8年没跟他结婚？我是想做得更好一点，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一定要给一个女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家庭。在刚跟他相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将近3年了，我觉得我们彼此都特别了解的时候，我跟他提过几次，我们先结婚吧，只要2个人感情好，我们可以租房子结婚都无所谓。但他很要强，他说，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年龄没结婚了，我们父母为我们付出这么多，到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让人瞧不起，我们还是等一等吧。接下来就这么一直慌着，您这5年房子弄到了，车弄到了吗？房子现在有一套。接呀，是问题现在就是在这儿。我现在觉得我小有成就了啊，可以给他一个家庭了。可是现在呢，他却犹豫了。为什么呀？其实我是很想结婚的，但是呢，通过这近1、2年对他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以前那样的相信他和信任他，就是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初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无话不谈，特别是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沟通的特别好，无论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处理的都特别好。比如说在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还有做房地产，可以说我们分文都没有，但是我们觉得钱都不是问题，而且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就注册了公司，而且公司盈利也特别好，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赚了10多万。等于这个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那个时候特好，是吧？对，1、2年前发现不行了。对，你给我举一件你们不能沟通的事儿的例子。前段时间吧，我跟他说，快要到8月15了，我们该回家看看父母。他说这段时间我要去石家庄，我石家庄一大堆事呢。我说是父母重要还是你做事重要？我说我们都将近30个月没有回家了，就这样的事其实很易沟通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感觉好像无所谓，我说完就完了。之后他一直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根本无视我的感觉。这个事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也想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呢，这么多年我一直做业务出身，因为我的学历和能力并不是太高，所以经常要跑很多业务。到石家庄去呢，就是为了培训。4月份的时候，他去石家庄去了10多天。最初走的时候，连个电话都就是说根本就不打，每天都是在忙完之后很晚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跟你解释过。最初你说2天回3天回，结果待了10多天都没有回。上午、下午加晚上。而且你这回要回家，你又想去石家庄，你究竟想怎么的？都到晚上10点了，你说我给他打电话还是不打电话？我也很纠结。你说打电话还是不打？10多点他应该休息。我觉得这都是借口，把我现在看得特别淡。我现在做的这些努力的这些，不都是为了以后想过得更好吗？这都是借口。你相信他吗？在现实生活里，以前很相信。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就是他的交际圈越来越大，然后每天都在外面奔波忙，而且每天都很晚回家。是在外面奔波忙，还是在外面应酬忙？都有了吧。我跟他吵过，然后也很好的去谈过、沟通过，但是他根本没有改。你查过他的电话吗？也查过。他的钱谁管？基本上是我管。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想嫁给你？他觉得我没有安全感。你为什么没有给到一个女人安全感？你做了什么坏事儿？有没有夜不归宿啊？没有，他回的比较晚，下半夜3、4点、2、3点都有啊。干嘛去了呀？有的时候吧是和这个客户之间，有的时候吧和是我的朋友之间。干嘛呢？就是喝酒吃饭玩。我也是迫不得已的。说句实话，我也希望早点回家。就天天有酒喝是吧？客户朋友很多，大连本身就是一个旅游性城市，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我要招待嘛。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喝呢？他不喜欢那种环境，哦也不喜欢社交圈这些朋友。他除了这个，你就没别的不满了吧？还可以吧。你想娶她吗？当然，有多想？现在就想。为什么那么想娶她呢？因为我们处了8年吧，有这种感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特别认同他这个人，孝顺父母这种品德，在我衡量来讲，娶媳妇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他虽然是管我也好，还是说这些手段方式，我觉着他都是为了我好，都是为了这个过日子。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有一定基础了，我们可以结婚了，他现在却又退缩了，这就让我很纠结和矛盾的地方。我看景律经济条件也好了，这男人也没变坏，你怎么就不结呢？我这个人很独立和个性的，其实跟他在一起，我感觉有的时候很委屈，因为我跟他势必在一起8年了，他对家庭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多少，因为在家里都是我照顾他，可以说洗衣做饭，我从来没有让他操过心。同样每天在外面做业务，我有的时候也是10点多回家，没吃饭的情况下，他都不会给我做一顿饭。那我这么理解行不行？解决了什么问题你就嫁？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一起8年了。现在我们的感情可以说应该是一个升华的年龄。你首先要考虑我们在一起怎么能更加的珍惜对方，但他现在反而恰恰做不到这些，没有家庭的概念。你所谓的家庭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在外面工作是工作，回家要融入到家庭的生活当中。就包括我们在一起，就是说做饭或者今天买什么菜，他根本就不管。回家了就是支持我来，支持去的。我希望2个人在一起要互敬互爱，生活的小小细节都要就是说互相参与。如果要是说2人在一起，我每天在外边陪人已经陪得很累了。不是那样的，家要有家的概念，回家要有家庭的那种温暖。不要总是找借口说我在外面忙怎样怎样。我觉得我有家的概念，我们有个窝，就是不管在外边要有窝的温暖，懂吗？陪别人、陪客户，下半夜3、4点多长时间，我都要回去。那你可不可以不要3、4点钟回啊？在10点之前回啊？那我没办法，为了扩展业务，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真想娶吗？真的，非他不娶。你再说一遍，非他不娶。娶了之后呢？你是要对他好呢，还是把他当老妈子呢？真是，我现在基本听出来，他具备一个非常好保姆的优秀特质。进了你们家得伺候你父母，进了你们自己的家得伺候你。你打算怎么对他？以后的活可以咱俩换种角度，你以前干的，以后都由我来干。还不错不错，这男人你要还是不要？我还要考虑考虑。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表现的话，我坚决要跟他分手。你还爱他吗？肯定爱的。真爱假爱？真的爱。嫁是不嫁？我还要考虑考虑。好，明白了。你要是爱就不用考虑。不，那有什么可考虑的？那不一定。你还爱他吗？我爱他啊。行。接下来是老师们的时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的爱情基础非常好，只是现在当下有一点点小问题。虽然女士咬着牙说再考虑考虑，只不过就是嘴硬而已。你们共同的过苦日子过得非常的棒，非常的恩爱，但是你们2位没有做好过小康日子的准备，所以现在出现矛盾了。应该怎么对待物质，在物质之上怎么去建立2个人新的精神世界，就这样的小问题，只要把它解决掉，你们 OK 没有问题的。你了解你爱的这个女人吗？对她我了解点吧。女人都有一项特殊技能，叫什么感觉。在你爱的这个女人的感觉里，你变了。这种感觉不能说它100%对，但是呢，绝不是空穴来风。以我看你的资料，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哈，你们之前过苦日子，一起住过地下室，对，一起还摆过地摊儿。对，请问那会儿你几点回家？我们俩几乎天天都在一起的。对，几点回家？晚上8、9点吧，我们就回家。你说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你们天天都在一起，对不对？是。现在你事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了，小有成绩，你就嘚瑟了。我也不想的这样，可是你的时间你不能掌控吗？客户真的需要占据你的所有的时间吗？甚至于剥夺你跟你爱人在一起的时间吗？在你心目中是客户重要，还是你的女人重要？我现在想就着现在这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是客户重要，还是你的女人重要？当然是我的女人重要。那你怎么做的呢？第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事业有成没问题，得意可以，但不能忘形。凭什么家里的事情都要这个女人来帮你完成？而且
你都12点之后，甚至于3、4点钟才回家。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俩以后能过得更好。那你还是不明白你到底错在哪？女人要的是什么？不光是事业。为什么跟你一起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们俩恩恩爱爱，现在你反而你有了房子了，他却不跟你结婚了呢？他要的真是你那张卡吗？他要的真是你所谓那些事业吗？他要的是一种安全感，一个自己的男人可以给到他的安全感。至少你可以多陪陪他，你至少不要整天的充满酒气的回到家。现在我不明白女人要的，包括她要的这种安全，到底是什么样的安全？那你问过她吗？你有时间有这个心思去跟她沟通吗？安妮老师，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来回答一下，你们要的是什么？每个人要的不同。像我吧，我老公卡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老公的一切我都不管，反而就是夫妻关系非常稳定，因为就各自自律。他已经把卡交给老婆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以他的这种家庭背景已经是做得非常棒了。所以你一定要认同这个男人能够把财政大权给你，很牛。只是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晚上跟朋友应酬的时候，10点、11点、12点打个电话说：“哎，老婆你睡了吗？别害怕哈，你看这帮朋友真烦人，我挺想你的啊。”做梦梦见我，就这么一个电话，你老婆踏踏实实在家里呢，就你一个电话都没有，就拿着你钱都不开心。对，其实安妮老师教给你的就是一个沟通。即使你短时间你的事业很忙，然后你没有时间去陪你的爱人的话，要各种方式的沟通，我觉得我们让他有安全感。这么多年在一起的这些，他应该了解我的，不需要去在。刚才我就说你都想当然吗？了，富裕生活，人随着物质，他的这个精神生活要求会越来越多。你一定是忘了他有精神需求了，光给钱不够，给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一个就够了。明白。和女方说2句话哈。因为看你的资料说你以前也做过手机行业，对吧？对。然后也自己开过美容店。其实她也是一个，其实内在是一个女强人的这种感觉的。我觉得现在可能你多多少少有些缺失，有些失落。因为可能你为了这个家庭，你可能放弃了很多东西。对的。同时看到你的男人现在越来越成功，反而你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差了。其实这一点你要做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调节，不需要让自己的信心去丧失，你应该用各种方式来鼓励、来支持你的男人在外头奔事业。当然，多沟通、多理解，这是你必须做到的。刚才安妮老师说那个观点我不同意啊。男人把钱给了女人，只代表说我这个人你可以管得住吗？或者说我把人给了你，就代表我把爱留给你了吗？这都没法划等号。我问这女方一个问题吧，把钱给你这位男人，他最近的一次让你特别感动是什么时候？还没有吧，对我做的感动的事儿太少了。之前有没有做过？之前有过，在我在外面做业务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一些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回家跟他说的时候，他一般都很理解，而且他会给你分析出来1、2，告诉你再去怎么做。每次他说完之后，我心里都特别舒服，而且有的时候他就是说，在我做错的时候，或者回家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他都能做到。多久没这么做过了？这1、2年吧，每次我跟他说的事儿，他就说：“哎呀，你这事儿你别跟我谈，你遇到死了，烦死了。”你看，1、2年都没有过让他感动、让他温暖的时候，就给你钱，大家是觉得这可能是爱吗？连关心都不够，特别忙，所有的他都不满意，都因为你的忙，对吗？对。我觉得不是忙，是另外一个字儿，装忙。大哥，我不信你365天天天喝酒到后半夜，你是不是有跟朋友聊天的瘾？有不回家的瘾？有能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的瘾？没有。当初可以3点喝完酒，5点到人家楼底下，就为了给人送一早点。现在就可以说，本来10点可以回家，但是不回，一定要熬到3点。为什么？回家没事干，聊什么呀？都在一块8年了，还不如跟哥们儿聊聊天呢。你回答我问题行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装忙的时候是吧？你要想把这个大姐娶回家，你就把那个装字去掉。再怎么忙，要留时间给爱人。我就实话实说啊，他们8年都没有结婚，肯定问题很多。问题多数是在于这位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这个女孩子对你的好。我忙，我为了挣钱给你，对吧？然后在外面就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愿意回家，不愿意给他温暖。
那我再紧接着说这位女性哈，我感觉她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她要娶的是你，这点很可贵。现在你知道吗？30岁的女孩，有的男孩都挑呢。你是41岁，钱也在咱手上。我还是相信安妮玫瑰老师的话，给你钱很牛，多少男人既不给你钱也不给你心。不是说的我啊，也不是说的你，说的他。你们俩是好好的沟通一下，都要互相迁就一下，8年呢，对吧？我说完了。谢谢沈老师。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犯过错误，其实你那个想法好多男人都有，你就会觉得我忙不就是为了个家吗？但是后来我们再往前推导一步，发现就是因为为家这个举动把这个家给丢了或者没了。那这段话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标准，就1个月不超过4次，应酬不超过4次，减吧，真的把应酬减了吧。可以考虑一下怎么去要求，别老是吵了。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其实是希望你们这段8年的情感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不是勉强，这个结果是在双方都改变和适应的基础上去达成的。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可以过去吗？我拦着你了吗？宝宝，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支持我，原谅了我很多过错。其实呢，这么多年我只不过是想做得更好一点，别的夫妻能过什么样生活，我想给到你什么样生活。通过这期这个事儿吧，我知道了以前跟你交流和沟通的很少，以后我一定改掉这些毛病。你要是有什么这个要求和想法的话，你就告诉我，好吧？我不希望我们8年的爱情就这样断掉，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不光是8年，一定要是80年、800年，嫁给我吧，好吧？你知道吗？其实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父母都在问你们俩处得好吗？我每次都这么回答的，你知道吗？我们俩很好，我们俩过得很好，你们都放心吧。可是我又担待了多少，你知道吗？你的朋友圈你不觉得很乱吗？而且我们的年龄又不是20多岁，我们没有机会再去玩，你知道吧？以后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幸福的开始。对不起，时间到，来，2位请回。从今往后还去跟那些狐朋狗友干坏事吗？好，2位请回。来，请关门。他们的生活好像不像爱情生活，更像是婚姻生活。我观察了一下，稍微上点年纪的观众朋友都有会心的笑在每一个点上。推开一扇家庭的窗，你看到的是社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折射面。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你是爱你爱你，有比有心。能不能放？这好像不是不会浪漫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一会儿你把这个送给他，就代表你对他说，在你的爱情世界里，爱要有你才完美。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精美的钻戒。接下来这个时刻属于一对长跑了8年的恋人。来，各位，我们来见证他们的求婚仪式。在我的世界里，有你才完美。不是，这个完美是什么意思呀？你也没说要不要娶人家。不用说了，嫁给我是不？嫁不嫁呀？肯定嫁的。祝你们幸福，谢谢啊。
好，谢谢关心，对。哎呀，我去一颗心有好，祝你们幸福啊！